那天我在官方的 DC 看到有玩家分享了这张图片，我就看到这个不是万国觉醒吗？但他说并不是，这个是另外一款游戏。所以我就马上下载了这个游戏来看一下到底是何方神圣，是不是就像玩家所分享的那么相似呢？加载画面居然是3位女精灵，没有想到这个游戏还要加载，接着就来到了我们熟悉的画面，但是这个人物居然不会说话。没错，你们没有听错，他的说话方式就是说一开始就叫我们建造建筑物，但是是建造农田。这个打叉、打勾、加速还有资讯的按钮全部都很熟悉也是一样的剧情，有人跑来向你求救，而且他还可以透过门。但是在这个游戏中并不是叫野蛮人，而是叫兽人，他们无情的攻击了村民的城市，然后我们就要回去家里面训练部队，也是一样有 T5 提升我们城墙的等级。但是他们不是叫酒馆，而是英雄堂，就连招募的标志也是一样的，然后你们就可以招募统帅出来。这个熟悉的特效，熟悉的画面，还有熟悉的头像还有这2颗熟悉的玉米。根据逻辑，我们就要出去城市外面把那些兽人给打掉了OK， 终于跳过教学的部分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游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它还是一样有分成主线任务跟一般每日任务，但是你们可以发现到有很多一些图标呢都是跟万国觉醒很相似的就像是加速的图标啊、资源的图标啊，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看一下个人资讯啊，这边就比较简陋一点，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翻译啊，这边设置也就只有一点点东西可以设置而已。活动界面看起来也是差不多，也是持续5天的活动，然后也有活动的日历，这个东西算是这个游戏的 MGE 吧。然后有一些活动，你们可以拿一些道具兑换统帅，还有每天登录你就可以拿到一些奖励。下面还有其他活动啊，像是提升你自己战力的活动，提升城市等级的活动，还可以额外再聘请多一个建造工人。说到这一点，我忘记去看一下有没有 VIP 了哦，也是有 VIP 的，这个界面也是很熟悉但是价格好像比较便宜一点了，1块9毛9马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VIP 到底有多少。一开始万国觉醒是只有到 VIP 15而已，在这个游戏中有 VIP 17，比万国觉醒还要多了2个 VIP。建筑方面你们可以自己查看一下，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还有包括一些研究院、市集、联盟城堡、商店、铁匠铺，还有仓库，它的仓库叫 Warehouse。 这些战斗方面就包括我刚刚所讲的骑兵、步兵、工兵、工程车的建筑物，不过它的人物是真的有重新去设计过的。工兵看起来有点像精灵王子当然少不了的就是大地图观看啦，不过它的大地图最多就只能到这里而已，不能到无极地图。然后它的地图区分好像也有一点类似，在这个游戏中也是有联盟领土关卡要塞。我现在才发现到，就连我左边的那个奖励盒子也是一样的图标可以侦查、集结、攻击，但是游戏中玩家的头像就有点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这款游戏的画质比较像是万国觉醒新画质的那个画风。至于聊天功能呢是没有翻译的，然后讲话的人也很少一下可能没有多少玩家知道这个游戏吧。接着我们来加入一个联盟看看，这个界面也是差不多的，然后有很多联盟的图标，比万国觉醒还多。但是进入到联盟界面，哇哦，这个简直是一模一样就连帮助的界面也是差不多的。我们来看一下背包里面的内容，在其他的部分画风就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基本上有玩过万国觉醒啊，都很容易辨认得出来是什么东西来的。像最下面那个其实就是提升统帅的技能，就有点像万国觉醒的雕像那样子，随机千层、体力药水、更改名字的道具等等。至于争议的部分，这里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吧，这个没有话好讲了就连那个泡泡的保护罩也是一样的图标，有装备，然后加速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统帅吧。你们刚刚有发现到一个什么东西吗？我切换回去给你们看一下，一闪而过的画面啊，还是看不到是不是？我暂停给你们看，就是这个画面上它是写统帅战力9999，也就表示说呢，这个游戏很大可能是华人公司做的。
但并不是以中文为主，而且也不能使用翻译，也就等于说它这款游戏有很大可能是想要去骗外国人的。也是一样有天赋，但是它的天赋树的样子有点不太一样，也可以保存3种天赋，也可以重置天赋，但是你们可以看到统帅跟他站着的那个位置是移开的也是拥有6颗星，5个技能需要提升。但我总感觉这个游戏他们是直接用翻译软件来翻的，因为可以看到它的工程是写 Siege， 正常应该要写 Conquering。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个游戏中的工程就是叫 Siege。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金色统帅吧，他的统帅比较偏3D 化，然后这个我怎么看都不像金色统帅吧，这个像绿色的多一点这个游戏中还有死神，还有炼狱查理，就连兽人也有，这个是住房的。然后木乃伊长这个样子，我觉得埃及人要骂他们了。接着这条龙的造型为什么那么熟悉啊？然后就搜索了一下，其实蛮多相似造型的龙啊所以我觉得有很大可能是 AI 创作出来的吧。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统帅，其实蛮多元素的啦，不是只有精灵而已啊。但还是一样，金色统帅比较多一点然后紫色统帅第2多，蓝色统帅有3位，最少的就是绿色的只有1位而已这个叫功夫熊这个叫热东西，这个叫什么青石吗？天哪，他那个名字取得有点创意啊但是每个角色的画风其实都不太稳定我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创作的。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地图嘛，能不能去其他的伺服器？目前只有4个伺服器，也是没有办法观看其他伺服器的。那目前看下来，这个王国应该是被统治了，但是联盟领土占领有点少估计也没有太多玩家玩这个游戏。接着我们看充值界面这个界面就一模一样啦，宝石的图标也是一样的，首次充值可以获得统帅，然后这个礼包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当然还有每日特惠宝箱，宝石商城第一次购买有双倍宝石，月卡还有周卡，成长基金全部都一样。当你提升城市等级之后也是一样，会进入新的时代。就连你的城市有提升什么东西，这里详细的说明也是类似的。科技研究方面有分成资源还有战斗，但他们还是有用一点心思你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每个图标都是一样的，它有一些是自己创作的，所以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包括战争方面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图片是一样的就比方说这个骑兵呢至于它的那个 T1 到 T5 因为造型不同的关系，所以图标也是不一样。但是我唯一能够确认的就是这个头像肯定是手绘的，并且应该是同一个人制作的，因为看到他那个画风是很接近，所以头像人物算是少数原创的吧。在游戏中也是有编年史，而且根据编年史来看，之前应该也是有迷雾的。在这个游戏中也是有远征，也是可以每天领取，可以兑换统帅，跳出来的界面也是差不多的。唯一不同的只能说是那些怪兽摆放的位置吧，原本我们是往上拉，这个变成往下拉。我们来看一下邮件吧，系统邮件是放在第1格比较少见的画面然后第2格是战斗报告，但是他这边的报告也是一样写了中文的失败，他的战斗日志没有办法观看，争议部分也是没有办法点开，我不知道他设计这2个按钮来做什么的并且你们可以发现到他的怪兽图标是跟野蛮人图标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排行榜吧，现在最高战力的联盟有2亿耶， 2.7 亿。以一个刚开始玩的游戏来说，这个战力算蛮高，但是只有这3个联盟战力比较高。击杀方面也就只有一个联盟的击杀比较高，3000万。看一下玩家个人数据，哇，这个游戏好离谱，还要加载加载还蛮久的。玩家最高战力有6000万，天哪，应该也是花了不少钱在这个游戏上面，而且蛮多玩家战力都不低。如果是以万国觉醒来说的话，这个地图上已经有差不多7位玩家已经出现T5了，所以也就印证了我朋友之前说的那一句话，不管出现什么游戏呢，都会有玩家肯丢钱进去。然后今天先说到这里吧，因为这个游戏也没有什么进展也没有 KVK 什么之类的，没有办法介绍太多。总体上来说呢，真的是有点相似啦。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